我在织机上干了江苏南京。3000年时光流转，这座古老的城池依旧是一片春光明媚。清晨，周双喜已在驱车赶往工作室的路上，为修复一批文物担任技术指导。我呢住的比较远，我住到这个江宁，所以我早晨一般7点半回家就出发了。你反正最好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他们2个人手就肯定不一样的，就是一个人保证一间，不要等2个人一起织一间，肯定不对头。他们俩手就。我现在这工作室啊，主要是在做这个湖南长沙马湾堆出土的那个朱砂缎衣，2000多年前就是出土的时候，辛追身上穿的那件比较薄的一件衣服，我们要把它做出来，因为它这个原件它不可能出来展示嘛，我们做了完以后它可以。制造等复杂阶段。
在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云锦的很多步骤已经可以由机械来代替，但其最关键的上机织造过程，却始终保持着以人工来进行。我们知道，就是机器如果织造的话，它这个梭子是通梭，通梭它可能有一个颜色过去了，而我们是用了挖花，叫通经断纬的技术。比如讲，我现在一个活面上有6朵花，如果机器打的话，6朵花肯定是一样的。那我这种挖花技术以后，6朵花完全颜色不一样，所以成语上有一叫着花异色，这个效果那是机器无法取代的。虽然是2个人配合工作，但一天最多也只能够编织5、6厘米而已，而这个过程却无疑是非常煎熬的。因此，织机工人们为表达机房生活的艰难与困苦，700年前，南京白菊应然而生。家法不很卡做，这几天又被那竹板撞了梦啊！徐春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项目传承人，在他古朴而悠长的曲声中，周双喜是否会想起当年那位青涩的少年在机房劳作的困苦与艰辛？我的疼痛一天疗上几十所，那个绞头机的老板还要机房是很苦，像我们屁股上都是生的这网串。他们机房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？前身打爹骂娘，今生落到机房。就是说前天你没做好事，今天就惩罚你。你冬天不能烤火，夏天不能乘凉，确实是很苦。你们不该把儿送去我做机房，我冬天不能烤火啊，夏天。随着国家对非遗文化的愈发重视，这些老一辈传承人的生活也逐渐明朗了起来。云锦也打破了高高在上的传统姿态，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。周双喜与他的研究所也为了将云锦更好地发展与传承下去，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方式与态度。我们研究所现在是3条路走路啊，一个就是做龙袍，有人会收藏，还有一个就是走这个工艺品嘛。因为随着这个老百姓生活提高，他送礼物，他会送一些有文化品味的东西。第3条路就是我们准备走，就是这个婚礼服这一块。你不可能全部用云锦做的也太贵了，那么是不是这个高端定制，局部用一些云锦，这个也是一个方向。我觉得通过我这个讲以后，我希望好多人了解云锦，更多的人了解云锦，甚至于喜欢云锦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往后传承的希望就会大一点。历史的车轮已驶过1000年，磨灭也留下了太多，而云锦这件由中国人制造的古老服饰，却惊艳了整个世界。